第二天一早，由于饭店的早餐还没开始，吃了前晚自己准备的早餐，就出发去名铁车站，买了信浓特快列车前往长野，在10号月台搭车。关于如何从名古屋到长野再到饭山的交通方式，我会之后做一集完整的交通攻略。到长野需要3小时05分，车上都有厕所以及放行李的地方，但是行李空间并不大。如果你搭的车厢被放满了，就要到别的车厢去放。因为实在是太远了，最后我们决定还是放在座位旁。建议如果要搭这班列车的话，最好行李是带小一点。会有2张车票，2张车票都要过闸口哦。前一晚买的红豆大福，现在可以好好开始享用了。名铁车站的红豆大福不会太甜，馅料很多，好吃耶。经过无数个车站，时间很长，我就在车上补眠了一下。3个小时的车程要结束了，终于快到长野。接着要转换车子到饭山。长野是终点站，刚刚搭来的列车要转向回头。我出站后买票到饭山。由于普通车先来了，所以我们就搭乘普通车去饭山。从长野到饭山有2种交通方式，一个是我现在搭乘的普通车，票价是590日元，到饭山需要48分钟。另一个则是搭乘 JR 北陆新干线，票价是1390日元，只需要11分钟就可以到饭山。普通车沿途的雪景非常的漂亮，要特别小心，不要因为美景而忘了要下车哦。饭山的站名叫做伊伊亚妈，一定要注意听，因为车上是没有字幕显示，只能够认真听车长说。回程时我坐了北陆新干线，这样我2种交通工具都做到了。不过我真的蛮推荐的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坐一趟普通车，这里沿途的美景真的非常的漂亮。我第一次感受到铁道旅行的美好，这样的美景真的是非常难得一见。车上只剩下我们和另一对外国夫妻，他们也忍不住拿起手机不停地拍。还好，因为这对夫妻也是要到伊伊亚妈下车，提醒了我该准备下车了。不愧是饭山，前往饭山的雪越来越厚。如果你是铁道迷的话，一定要来坐一次看看这一线哦，因为这一线经过的美景绝对会让你拿起相机不停地拍。走过一段又一段的白雪世界，我们终于要抵达伊伊亚妈。饭山雪屋村是我计划了2-3年的事，一方面是因为它只有1月底到2月份能够看到，加上网络资讯非常的少，靠着自己拼拼凑凑之后，终于完成了这趟旅程。伊伊亚妈一定要从北陆新干线来才会比较快，切记从东京、富山或金泽来这边会是最快的。从车站看出去，对面那栋绿色的就是当地的大型超市。车站的1楼就有观光案内所，可以拿到前往卡马库拉雪屋村的巴士时间表。站内有纪念章可以盖。以后来日本要准备一本空白笔记本，
这样就可以收集各地的印章。离车子来还有一段时间，我先去买午餐，迅速到隔壁的超市去挑选几样。草莓目前我看过这里是最便宜的，所以直接就买2盒。顺便买了一些天妇罗、鸡肉串、炒猪肝，还有炸虾饭呢。因为已经有天妇罗了，最后我还是决定买健康一点鲑鱼饭。回到车站，公车还有一段时间才会过来，就先吃点午餐咯。蛮意外的是，超市里的食物都蛮好吃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肚子饿了，就连天妇罗虽然不酥了，但是吃起来我都觉得是好吃的。差不多时间，我们到3号等车处坐上巴士，前往雪屋村。雪屋村在信浓平下车，车价是330日元，前方都会显示站名，加上看到很多雪屋，你就知道要下车。下车的对面看见这个厕所，就是你搭车返回的车站。没有预约火锅的人也可以买门票200元进去纯粹参观，不能进去雪屋里，但是可以在外面拍照。我们的民宿就在雪屋村的后面，走路5分钟就到了，所以我想把行李先寄给民宿老板。路边的雪都跟人一样高，松松的很好玩。看到我们民宿了，红色跟这个白色屋子这边。这是我在 Google 地图上发现的民宿，没想到竟然有跟观光局配合。一看见我立刻就订了，因为这里离雪屋村超级近，而且我可以一次享受到白天和黑夜的雪屋村。先在雪屋村门口的小卖店买了个红豆汤喝。如果没有订到火锅餐的人，你也想进去看雪屋，是有下午茶套餐，也可以上网预约下午茶时段。晚上就要吃火锅了，所以我就在这旁边吃个红豆汤就好。红豆汤很甜，配上 QQ 的麻糬，好吃。先付了门票钱，我先进来拍拍白天的样子。住在雪屋村旁就是这么方便，我随时都可以走过来看看雪屋，不用因为时间限制的问题，可以在这里好好欣赏雪屋。我也不用因为住得太远，为了看白天还特地跑来第2次。雪屋的最底有一个神社，非常的可爱。参观完神社后，雪似乎越下越大了。我彻底在这里欣赏了好一段的雪屋，花了4小时的车程，看见这么美的雪屋村，真的是很值得。雪屋并不多，只有20几个，所以要预定就要快哦。从泛山观光网站上预约，资讯我会放在资讯栏内。很庆幸自己是住在雪屋村的后面，才能够看见雪屋村白天与黑夜2种不同的样貌。再辛苦来到这都觉得值得。头发都被雪淋湿了，差不多我该回民宿先休息。我们住的民宿虽然不是什么豪华饭店，但老板娘的热情和温暖让我这趟旅程充满了很美好的回忆。这是一个传统的日式民宿，民宿老板有交代5点20一定要到楼下集合。我们房间看出去就是雪屋村，离晚餐还有一段时间，就先把刚刚在超市买的草莓洗一洗来吃。
我们的房间在2楼，厕所则是在1楼共用。房间内有烧煤气，还有电暖桌，所以是够温暖的。公共空间也有热水瓶跟茶可以泡。差不多时间到楼下集合出发，一样是自己走过去。民宿老板要我们集合的原因是因为他准备了一份小点心，就带着老板的爱心前往雪屋村吧。刚刚是老板给了我们自己做的，还是炸鸡堡。现在要出发去雪屋村吃火锅，那就自己去报到。就在这个窗口报到。给了一袋我们这个汤匙。24号在哪里？1、2、3、4，最后面吗？真的假的？怎么后面？哇哦！哇！天黑的时间相当的快，只能把握傍晚短暂的时间拍摄，这个时间是最美的。穿着红色衣服是送火锅的人员，我们的火锅应该也差不多快到了，还是先回去等。果真不一会儿火锅就到了。刚刚给的说明书上有说着自己带来的垃圾要自己带走哦，那锅子和餐具就放在原地就可以。另外还有饭团和腌制菜，说明书上有写着火锅的食材是什么。用餐结束后要把这个说明书还到柜台，这样柜台才知道要过来收拾。烟如果太大，要尽量将火源转小，这样子比较能保护雪屋。离开时也记得一定要将火源关闭。比起外面的温度，雪屋里面还算蛮温暖的。火锅的分量相当大，2个人吃这一锅超级饱。所有人都在雪屋里吃火锅，这时候特别的安静。拍照到忘我时，广播还会通知，请大家赶快回去吃火锅。旅行就是尝试各种不同的冒险，探索新的事物，这绝对会是我人生中相当难忘的体验。记录下我在雪屋村旁生活的这2天1夜，将是我未来美好的回忆。这是有点像马铃薯跟年糕。饭团是用饭山当地的米做的，因为在冰天雪地里，它已经有点微冷了，但是一样很好吃。纯粹是白饭饭团，所以可以配上刚刚的腌制菜。这是民宿老板娘准备的炸鸡，就变成完美的组合。火锅料相当的丰富，有很多的蔬菜，都是当地食材。有点像马铃薯。吃完后一出来就下起了暴雪，走在外面才一下下的时间而已。如果你没有撑伞的话，身上很快就会积着雪。才一下雪就那么大。下着暴雪实在是太冷了，我们也没有心情再拍下去。
最后决定尽速回民宿。此时的我双手已经非常的冻，加上鞋子太浅，已经跑进雪，踩成一块冰。沿途没有路灯，靠着雪屋村微微的光线。看一下这条路就已经这样。来的时候还是柏油路，回程时已经整条都是白雪。这让我深深感受到在雪地里生活的人有许多辛苦的地方，像是担心水管会不会冻住，不能够冲马桶、洗手。出入时如果雪太厚，还必须先铲雪。即使撑了伞，身上还是都有雪，我的鞋子进雪了。老板娘还特地帮我拿去烘干室。回到温暖的房间，床已经铺好，而且桌上还有苹果。我们是第一组先回来的客人，就先到澡堂去洗了。洗过澡后，身体都暖和起来。经过户外长廊，回到我们住的那一栋，长廊都有遮蔽，所以不用担心。这天只有我们是外国客人，其他都是日本人。现在都有语音翻译机，所以我觉得订这样子的民宿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。你可以靠着翻译 APP 跟老板娘沟通都可以哦。简单的英文老板娘也可以。今晚我们就靠这台暖煤气。坐在温暖的电暖桌，把老板娘切的苹果吃掉。这边超温暖的。再泡杯热茶，聊个天，准备休息。隔日一早是7点半用早餐，8点20是接驳车前往饭山车站。一早看见的是整片白雪世界，只见铲雪车在穿梭。整理好东西，赶紧来去吃早餐了。非常丰盛的日式早餐，大家就坐在日式榻榻米和长桌吃饭。早餐很好吃，从小菜、沙拉、米饭，还有主食都非常好吃，令人感动又美味的早餐。即使是早餐，也像是飨宴一般。有黯然销魂火腿蛋，营养十足的鲑鱼。离开前，老板娘还送每组客人2颗超大苹果。满足的吃完早餐后，喝杯热茶，准备出发去赶车咯。感谢老板娘2天1夜热情的招待，赶紧去赶巴士，要不然错过的话就要再等2小时了。整条路都是白雪，势必还是要拖着行李走。可爱的猫脚印。由于一大早铲雪车还没有将路铲好，昨晚的雪厚到行李经过都画出深深的痕迹。这2天1夜的雪地生活，住在民宿里，让我真实的感受到当地人如何过着这样子的生活。眼前这一幕幕像明信片的画面，我会将它深深的刻在心中。再次来到雪屋村，一夜暴风雪已让鸟居上积了厚厚的一层雪。
就连雪屋村的招牌都看不见，依依不舍要离开这美丽的童话世界。希望每个人来到这都跟我一样，带着美好的回忆回去。来到巴士站，先在温暖的等候室等车。行李箱的轮胎结成冰块了，还有一些时间，我夹一些小鸭陪之后要等车的人。巴士比预定时间稍微慢了几分钟，刚好可以看一下铲雪车的运作。巴士到了，我们上了车，记得要抽整理券，下车再付费哦。回程也是差不多10几分钟，可以先看一下 JR 北陆新干线的时间表。我们一样要回到长野，再搭信浓特快列车回到名古屋。下车后，看见公车上覆盖一层厚厚的雪。早上的雪比较大颗，降下的速度也比较慢，看起来特别的浪漫。像是在旋转跳舞的雪，让我忍不住都想停下来看一下下。松松的雪花看起来像棉花一样，好可爱，好柔软。回到车站，我们还来得及赶上9点34分的北陆新干线。去长野要坐往东京的车，站务员协助我们购买车票，买了自由座的位置，在11号月台搭车前往长野。